北京冬奥会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无论是场内的运动员，还是场外的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在享受着比赛，气氛非常热烈。但是呢，美国少数政客仍然在制造杂音。我个人倒是觉得呢，北京冬奥会举办的如此成功，以至于美国少数政客再唧唧歪歪，已经有点讨无趣了。那么事实上呢，还是有人在坚持不懈的唧唧歪歪，究竟为什么呢，朱先生？事实上，我们也可以从美国看到这一次的北京冬奥会，在美国民众中的收视率是历届冬奥会创造了最高的美国民众的收视率的记录。所以一方面是拜登政府和美国的反华政客想要抵制北京冬奥会，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我刚才说的，世界的反应以及绝大多数美国民众对这个冬奥会的收视率的上升，使得他们这种心态完全受到了冲击。受到了打击，甚至处于一种相当失落的状态，所以他们心有所不甘，对于冬奥会只能是不仅是唧唧歪歪，而且也在不惜在利用各种场合，利用各种所谓细节进行抹黑，继续这个中伤这个中国。这一场所谓的舆论战是由美国和个别的西方国家刻意挑起，而中国必须要进行应战。从目前的效果来看，尽管中国是应战，但是我们并没有打输这一场所谓的舆论战，反而呢是在舆论战中占尽了先机。在美国以及个别西方国家眼中，这并不是一场简单的体育赛事。在他们看来，首先，北京冬奥会由中国来进行举办，那么中国作为主办方，又如期按时举行冬奥会，对于西方来说，既是展示中国在抗疫方面的成绩，来反衬当前美欧等国家面临的一系列的难题，而另外呢，也是中国再一次展示积极正面国际形象的一次重要的平台。所以从一开始，可以说一些西方国家的心态就已经跑偏了。而另外呢，涉及到这一次的冬奥会，美国方面在进行所谓的外交抵制的设计之后，其实呢还是希望能够搅乱中国举办冬奥会，使中国方面在一系列的问题上，尤其是人权的议题上受到更大的压力，所以进行舆论战的设计，对中国进行所谓舆论上的围堵，试图呢拉帮结派，营造成更大的声势，这是此前应该说西方国家所设定的目标。但是从效果来看，很明显的是，在舆论方面，更多的国家是非常明确的反对将体育进行政治化操弄的。但另一方面的话，我觉得这次冬奥会确实是，借这个窗口，向全世界真实的展现了到底中国现在是什么样子，而且能够让通过这种社交媒体也好，或者是运动员们自己的这种播放让全世界可以说是第一时间、第一视角来看到中国到底是什么样子，到底在中国发生了什么，包括冬奥的这个胜利和这个圆满的举行，这点可以说事实胜于雄辩，会对于中国的国家形象的传播会具有非常正面和积极的作用。谷爱凌在本届冬奥会上的精彩表现也让美国一些媒体有点酸。其实我觉得谷爱凌身上既有中国文化的好的影响，也体现着美国文化的优秀之处。所以从谷爱凌的事例来看，中美的合作以及良性竞争其实是可以彼此成就的。今天的美国能够看到和接受这一点吗？朱先生。谷爱凌事件恰恰给中美关系带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启示，那就是中美作为世界上，美国和中国作为世界上第一、第二大国，我们要想使得世界变得更加安宁、和平、友爱和这个发展，就是我们一定要跨越简单的这种民族主义的情绪，跨越简单的大国战略竞争的这种所谓小肚鸡肠的利益的计算，这种简单的超越这种简单的国家和利益定位，那么今天的中美一定能够真正的重新回到建设性的合作的轨道。